这是我今天看到的一则消息，说南孚电池的电压大大偏高，很容易烧主板，还容易跑电，10天就没电了。我家里面一直是用的南孚电池，那么这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我一探究竟，我把市面上几种最常见的电池给买回来了。在测试之前，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：国标对电池电压是有规定的。大家看国标，标称1.5伏的5号碱性电池，它的开路电压不能超过1.68伏。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买回来的这些电池：南孚聚能环4代无汞碱性电池，双路无汞碱性电池。这是小米、金霸王、松下、超霸。我来实际测量这几种电池的电压、电流、容量、列组，然后再进行对比和分析，用得出的数据来说话，看到底行还是不行。先是双路电池，1.631伏；小米电池1.614伏；超霸1.617伏；金霸王1.616伏；松下1.627伏；南孚聚能环4代1.626伏。我们来对比数据，双路电压最高1.631伏，小米电压最低1.614伏，但是都在国标的范围之内。第二项测试电流，南孚电池6.4安，双路6.33，小米5.84，超霸6.4，金霸王5.75，松下5.7，电流的差距都不是很大。然后我们再进行放电测试，也就是容量测试。为了测试的准确性，我还特意买了个专业的测试仪器。放电电流我设成500毫安，最低电压也是终止放电电压调到0.9伏。经过测量，南孚电池的容量是1739毫安时，双路电池1355毫安时，小米电池1351毫安时，金霸王1404毫安时，超霸1604毫安时，松下1384毫安时。可以看到数据排名是南孚第一，依次是超霸、金霸王、松下、双路、小米电离。在这里再和大家讲一个常识，电池除了电压、电流和容量，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，那就是列组。同样容量的电池，列组越小就越耐用。所以我再来测一下这些电池的列组。为了测量结果的精准，我准备了一个电池列组测试仪。列组测试仪的夹子夹在电池盒上面，红色夹入正极，黑色夹入负极。这是南孚，列组是0.155欧姆，双路0.177欧姆，小米0.181欧姆，超霸0.167欧姆，金霸王0.193欧姆，松下0.198欧姆。列组测试，南孚最小，松下最大。所以通过以上测试，大家都可以看到，参与测试的这几个品牌的电池，它们的电压和电流都相差无几，都是符合国标的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南孚电池电压过高的情况。如果说南孚不能用的话，那么我金霸王、双路、超霸这些电池都不能用了，对不对？大家看一下数据就知道，双路它的电压比南孚还要高。而测试的容量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南孚是参与测试的电池品牌中最大的，这也就意味着它最耐用。然后列组，南孚电池也是最小，列组越小，电池越优质。所以说，经过一系列的测试，得出的结论就是，这些言论都是毫无根据的谣言。真测试才有真话。南孚电池不光不存在电压过高烧坏用力器的情况，而且还是参与测试当中这个电池品牌当中最耐用的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南孚电池这么多年呢，也没有辜负过大家对它的信任，一直给大家提供如此高质量、高效能的产品。所以说，南孚才是真正为用户考虑的，毕竟耐用才是王道，对不对？